蓝田位于西安的最东边，背靠秦岭。这里有的不只是美丽的景色，更因蓝田人喜欢吃、会吃、好吃而出名。这里有数不完的独特风味小吃，饸饹、泡油糕、葱花饼、高转蒸馍，千年的劳动智慧，仿佛都浓缩在了这一盘盘的美好中。在这里还流行着一套土味十足、霸气豪横的套餐——蓝田9大碗。在这个做这个9大碗，你这些食材啊，都是本地的，猪是自己养，豆腐是自己走的，萝卜呢、白菜呢也都是自己种的，所以呢，就保证了9大碗这个地道的这个乡土气息。这些当地的食材，经过厨师们的手艺，摇身一变，成了木梳被子、小酥肉、八宝甜盘子、脱脂老豆腐、厨香炖白菜、凉条萝卜丝。王建立从小学厨，如今靠祖传的9大碗宴席打出了一片天地。他管自己叫勺勺客。吃。我小的时候爱走亲戚，亲戚家这有个啥事情，谁家要过世，哎，我就要叫俺妈妈把我引上去做席，那就是想吃那个席上那些菜，那个凉条萝卜丝儿，那个红豆米饭，啊，那口肉。那这就是咱最传统的味道。咱这个9大碗啊，这个一直都是按照那种传统的做法来做，这个味道啊也一直是没有变的。王建立的儿子王锦元受父亲影响，从小热爱美食，如今在正规厨师学校学习。你还不信？不信我带你到村子里头，你看那村里头大厨咋做，你看做出来跟咱这味道一样不？在犹如牛百叶般的秦岭山沟沟里，每个村庄里都隐秘着一些民间高手。平日他们从事各个行当，隐藏着身份。到了风云际会之日，他们就会亮出统一的武器，用绝技征服每一个人。在蓝田这个地方，好多人他扔下手上的工作，这个围裙这样子一系，他就是一个大厨，就是一个勺勺客。铁勺就是他们的武器，他们是蓝田勺勺客。一名好的厨师想知道什么是正宗的香味，什么叫勺勺客，就必须去到那些山沟沟里，在那里看，在那里吃。所谓上山经学艺，下山出绝技。王坤旺开了一家很大的民宿，但他却常常无暇顾及自家生意，只因他几十年来专攻扣肉绝技，早已在村中封神。大小宴席，人们只认他做的扣肉。扣肉的秘诀在于挑选合适的食材，不是你，也不是你，
豆子，对啊，对，就是你。只有这通体亮黑、自带霸气的关中黑，才入王师的法眼。哎，这好，我给咱想敬个，哎，你比我劲大。所谓关中黑，是蓝田猪界的全能担当，通体亮黑，自带霸气，肉质紧实，惹人爱吃。它肚皮上的五花肉是标准的五花三层，堪称长肉增肥界的楷模。这个咱把菜加工出来，就跟我都不一样。哎，好三爷们！王师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把猪们累得够呛。猪场老板十分心疼，这掉了的膘又需要狂吃怒睡好几天才能长回来了。这肉要煮到什么样啊？煮多长时间就好了？煮到7成熟煮。 7成熟都可以，就是里头还有点红。啊，基本就去这个血水去掉。来看一下，可以了。这现在就是可以了啊。现在就是7成熟。让我炸一下。炸一下。哎，一下就炸透了。一下就透了。现在捞出来，就趁这个热劲儿，没蜂蜜，要均匀的。 王师的绝技，用语言只能说个大概。这学厨就像演员的演技，不是读书读出来的，而是被高手带出来的。看炸到这个程度，炸到这颜色，枣红色是不是就好了？枣红色，深的。 来，肉端过来。好嘞。吃饺子讲究原汤化原食，炸过的猪肉也要用原汤再煮上一遍，这是王师的讲究。原汤化原食，这里的化不是消化，而是补充的意思。只有原汤才能把烹饪过程中损失的营养物质弥补回来。 当焦脆的表皮变成口感更好的柔软褶皱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扣肉，这个木薯被子，这个很讲究，是一套一个木薯被子，这就是一个方块肉。哦。此时的肉已经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气息，但它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。 才能获得绝妙的口感，那就是高温蒸汽浴。盖上盖，上火蒸。3个小时的蒸汽浴，王师对火力有严格的要求，随时添柴，让蒸汽一直处在最大状态，这样蒸出来的肉才会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加好了没？好了。 肉香会在一瞬间化开，充斥口腔。五花3层的肉质带来丰富的口感，让人能够细细品味。吃出了肉的香味儿。这都是最传统的办法。少一道工序都不行，一个环节做不好就失败了。就是讲究哈。 这还有红桃香味。
好，往这边来一点，对，咱自然一点，好，两人再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好。王生海的正职是一名摄影师，他以前在村上经营一家照相馆，如今依然在用笨重的老相机拍照，是老传统的硬核级捍卫者。身子头朝这边倒一点，哎，你别动，好，往这边来一点，好，注意笑一笑，哎，好。他有一道拿手菜，看着相当质朴，但吃起来很容易上瘾。这道菜几乎是每家餐桌上的必备菜品，那就是让人哭笑不得的2条萝卜丝。哎呀，这个大，1、2，哎呀！如何做出不一样的2条萝卜丝？这个看王师也有自己的秘诀。这头里边这样就多，这个就是那起司娃。哦，那外边看好像萝卜不大，实际拔起来以后不容易，里边大。小娃去拔半天拔不出来拔不嘛。出来。这有个大的，有多大？哎呀，绝对大！哎呀，这个小。首先必须选择山沟沟里特有的萝卜，气死娃，腰粗体壮，头大无比，甘甜清口，脆爽多汁。对，这才真正气死我！哎呀，长你那个，走，谁给咱把那个一会儿把脚头一扫。手工擦丝的诀窍在于使力的均匀，这样才能保证擦丝不断。而这又细又长的丝，才是这道菜拌起来好看、吃起来好香的基础。你看你也擦过，多厉害！哎呀，来让我擦一下。好，来，这往这儿再打一下。对，带个坡豆擦都不会擦到手上，一个手把这个擦。有些东西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废。擦个萝卜丝还有门道哎。你去啊，好，对，走。当然，独特的萝卜还不是全部。这道菜的灵魂在于芥末，与东洋配合生食所使用的辣根研磨而成的绿芥末不同，王师傅讲究用芥菜的种子捣碎而来的黄芥末。他捣的芥末颗粒较大，没什么粘度，而其中的芥子油是辣的来源，一流氰酸钠则让它有了呛鼻的气味。倒到盘儿里。能够预防3高的芥末，加上去热消食的白萝卜，伴随汤汁来上一大口。萝卜的爽脆和芥末的呛辣全部迸发出来，瞬间上头，全身通透，眼泪直流。这酸爽是一口入魂的那种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吃哈。等一下。这样吃香。此时与酸爽并行的是秋高气爽，正是蓝田办婚礼的旺季。传统这个过世啊，就是咱老百姓的一个大 party。不管你一天挣多少钱，你都得把手上的工作放下来，回来帮这个忙。此地婚礼，全村人都来帮忙，少少客们也一定会现身，这就是他们风云际会之日。
一个传统的婚礼各有分工：预处理组、热能管理组、碳水提供组、核心生产组，忙中有序，各显身手。蓝田婚宴上的红米饭，不单是为了满足全村人干饭的需求，它香甜的味道也是对新人和所有宴席参与者的美好祝愿。因此，一锅完美的红米饭是婚宴的根基，做起来非常讲究。米一定要提前泡一整夜，让它缓慢地吸饱水分。要操作1人多高的层叠笼屉，需要大量时间，所以天不亮，人们就开始造饭了。将泡好的红豆水从上至下缓慢浇灌，让米饭均匀地染上颜色。系上一根寓意美好的红绳，抹上浆糊，则能锁住蒸汽，更好地控制水米比例。这样蒸出的红米饭才能软硬适中，美中带甜。饭不是谁都能造的，蓝田过去有专门的烧饭人，如何抹浆，如何控水，顶上扎多少出气孔都有讲究。讲究到了，能蒸出完美红饭；讲究没到，蒸汽憋在里面出不来，一锅米饭都会炸飞。一场婚宴最重要的是掌勺人，这就是灶台上的 C 位。今天这婚礼上的 C 位由张师傅担当。而张师傅平时的身份是挖树苗达人。蓝田白皮松行销全国，张建华凭借有力而灵巧的双手，为全国人民打包了无数的绿色。而作为勺勺客，因为4连灶用得好，张师傅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。4连灶是蓝田人乡野智慧的体现，一堆柴火便可为4口大锅加热，每口锅温度不同，用处也不同。离火最近的用来炒菜，其他的可以熬菜保温，高效的同时也对掌勺人的技艺有很高的要求。张师看似人狠话不多，实际上他的大脑一直在高速运转。一把炒勺要对付4口大锅，一心4用，方可兼顾大局。再加上平时在乡野里种树苗、挖树苗、抬树苗、打包树苗所练就的强健的体格，这就是质量的保证。这也是劳动带给劳动者独有的优势。开席，食材虽和自家餐桌上的差不多，但掌勺的可是各路勺勺客，每个人都不会错过这比下馆子还过瘾的机会，仰脖喝酒，低头干饭。勺勺客们悉数登场，然而还差一位重要人物。此时他正在完成自己在席上的另一个任务。Music
欢乐留在你的灯红，初恋的琴声。王昭辉天生一副好嗓子，秀外慧中，必是性情中人。人们喜欢他的歌，更喜欢他的面。关中800里秦川盛产小麦，吃面，蓝田人自有讲究。而王昭辉做的面，在讲究之上还有着独特之处。他会把面团发得稍硬一些，和面时用全身之力把面揉匀，最终和出的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通体泛着亮光。对于面条的处理，王昭辉讲究薄、劲、光，这样的面条才能给入口的汤汁留下更多空间，但同时又筋道有嚼劲儿。光亮的表面配上油润鲜美的热臊子，在颜值上也是无出其右。蓝田臊子面香口暖胃，堪称蓝田面食界一哥。蓝田的婚礼带有北方传统婚礼的强烈基因，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，以干饭为主，吃得好，吃得全，吃得容光焕发，笑意盎然。村头熟悉的小路上，老王神神秘秘地在小溪边停下了车，他要带儿子感受一下自己儿时的味道。孩子搁这儿吧。好嘞，就搁这儿。还在动，还挺有劲儿的。对，这样。深秋的季节，溪水里已经没有小螃蟹了，王建立只好买上几只，他要给儿子做一道瓦片烤螃蟹。这是一道最简单却也最惊艳的美食，把活螃蟹直接放到柴火烧热的瓦片上，柴火的气息再加上瓦片独特造型带来的均匀受热，很快就让螃蟹们没有了痛苦，变成了美味。快点来吧，鲜得很。吃螃蟹第一次过算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比我还肥美。所以我就说，你以后在这个工作学习当中啊，要注意2点，一个就是对食材要求严格一点，然后呢，在调料上头做减法。人吃饭都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。大不止。老王总教育儿子，厨师中的高手大多以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为操作准绳，不能让调料喧宾夺主。厨师应该是发现美好的味道，然后提炼呈现出来，只是不断的叠加各种味道，听上去像化学家了。毕竟化学元素周期表不是菜谱，人也不是供实验的小白鼠。人这个胃啊是有感情的，人这个胃啊也是有记忆的。我们小时候吃些东西啊，那个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咱也见了很多东西，也吃了好多东西，但是我都觉得小时候这个味道，尤其是家乡这个味道，这才是最好的味道。米皮儿饸饹，哎呀，干面皮儿，不是米皮儿啊，也有干面皮儿。好吃。吃过这有留子这儿的。
你可能是大一道，我不想用袋袋装，你可能用个绳车这样一绑将我骑下，骑着我有钱啊！炫富。焦带大集是蓝田香味集散地，这里汇集了秦岭深处的山货，当然也少不了民间美食高手。关中的各色美食在这里全是正宗原版，乡野的味道尽在大集。在这里会让你相信，世界上的每一种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这个牛肉摊儿在焦带大集的这个路口经营了30年。哎呀，嫂子生意好！我去中奖！来。从最初的小摊位发展成了一家大饭馆，但摊位一直都在。赶集的人们还是习惯坐在路口吃上一份辣牛肉，喝杯啤酒，和老板娘聊聊天，这甚至已经成为赶集人的打卡方式了。哎姨，你这枣用多长时间了？这个用了10来年了。哎呦，10来年了。哦。这枣刚买回来这么宽，一直用着磨着，总让你一样这味儿好，都是香。这卖了30多年了。30多年。人家就光卖这样东西，把一样东西做精做细，做专业，最后都形成了自己的品牌。30年只卖一道辣牛肉，却依然这么火。除了不外传的秘方，更多的是因为几十年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态度。传说功夫巨星李小龙说过一句话：我不怕会1万种招式的人，我怕把一种招式练1万遍的对手。在这大集里，很多这样的隐士高手深藏功与名，自己吃苦，让食客吃得称心。既然咱这次做这个葱把席啊，我就想着把这前面这8个凉菜呢，是按咱这个蓝天八景，就按景色做啊。韶潮客们也见过了，乡野的味道也尝过了。对于父亲提议的重八席，儿子也有了自己的想法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肯定有。但是还是有一定难度啊。重八席是蓝田宴请宾客的隆重宴席，分为前8道酒菜和后8道饭菜。酒菜讲究的是精，让人边饮边品，而饭菜则追求味，传统的香味让人吃上一口就记住了蓝田。儿子准备用他学习的造型和雕刻技艺，对前8道菜进行创新，将传统的重八与蓝田八景用全新的手法融合到一起。蓝田八景是蓝田著名的8大景观，锦园要用蓝田当地的传统食材来制作这其中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。就挺喜欢，就是做菜的时候创新哈，像是在中国最近近几年很流行意境菜，西餐里头比较上档次的摆盘儿，还有盘式这几门技师都想用上，将俺蓝田最好的这一面呈现给大家。这道甜品用的柿子酱来头可不小，是王建立老家门前几十年的老树结出的火晶柿子。个头不大，但就是那一点点果酱却奇甜无比。应了那句姜还是老的辣，柿子还是老树香。父子俩创造出的这棵荔枝树，
也颇有讲究。这一颗颗的荔枝其实是用山药与榴莲做的，结合了南北两种很有性格的食材，不但甜蜜，还非常的滋补。都坐好。哎，就是俺在蓝田的八景做这几个凉菜，进完这一千上，其实妙想，好吃，像个这像个那，挺有创意的。其实让我想吃去，就说是我能去摘谁一点什么，或者是用我自个儿的去在外头见到的，我在咱这块学到的，还有我会的，去能为陕菜啊，在这点菜系之类能带来一点新的东西。确实把这个蓝天的美景与蓝天的美食结合的很好。你这个菜需要改进一下，这个还是有点涩味，桃仁儿要包满一点，做出来的更好。对，这个菜这做的不好夹啊。韶韶客们对创新菜很感兴趣，但让他们吃着更顺口的还是后八道传统菜。瞧你那个啊，外头人啊习惯把这个蓝天厨师叫蓝天学校开，我最早听这个话啊，我还不爱听，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贬义词。稍稍开叫开外乡人，人们可能在心眼里头还瞧不起这个行业。干这个行当，如果说你就把这个当一个这个糊口的这个事去干的话，你再干你也是一个厨子。但是你通过你的努力，你要多学多做，你才会变成一个厨师。就说是你不管是走到哪里，你身上都有一个标签，你就是蓝天烧烧开。蓝天这个烧烧开，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统美德，让吃的人在用餐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，得到了幸福，所以叫烧烧开幸福味儿。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烧烧开。电影《一代宗师》说：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有灯就有人，有酒就有魂。”传承需要创新。老一辈的韶韶客，一人一碗菜，毫无保留把自己的绝学赠予有缘的后辈。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。新的菜式传承着乡野的味道与精髓，在城市落了地。秦岭牛百叶一样的山沟里，韶韶客们依旧挥舞着大勺。新一代的厨师记住了乡野间的味道，准备去搅香全世界。这正是盘中的珍馐美味，同源的兄弟姐妹，杯中的陈年老酒，乡野的味道许久。